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呢，我依然在我们贵州的深山里边转悠。这一条毛毛的公路呢，我已经开了有4公里了。再往前边走呢，可能有几公里就是断头路。那么我这一路过来呢，发现这个村庄很多的一些废弃的木房，而且已经废弃多年。包括我身后这里呢，就有几栋的木房子废弃了，大家看一下。那么整个村庄给我的感觉呢，应该是整体搬迁。虽然说这个路面看去好像经常有车过来，估计也是村里面的一些人呢，他自己经常回来看一看，因为这个路面是没有硬化的。那我现在呢，先用无人机在空中视察一下。那么我们通过无人机在空中的观察呢，发现东一家西一户的这种木房子呢，很多都已经是废弃了，不能居住人了。那么偶尔看到有一些人家是有在耕种土地的，那么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呢，也都是随便搭了一个棚，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房子。那从这个来猜测呢，这整个村庄应该是整体搬迁，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大面积的土地是荒芜的，包括这一整片的一个荒山。这个整个村庄给我的感觉呢，应该是有几千亩的这个面积啊，最少呢应该也有40-50户，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木房子废弃的可能都有10来栋、20栋，而且呢有很多已经是看不到原样了。包括我们看到有可能一户木房子呢，它边上其实有好几个宅基地，只是说搬迁之后呢，这些木房全部都已经拆掉了，我估计是这么一个情况。那我要前进的这个方向呢，就发现有人是居住在路边的，我们先往前走，去了解一下这边的一个情况啊。哎呦！啊？你们在采辣椒啊？哦，我走这里来转耍呀。这条路是走不出去的哈。走去上面点。以前边还有学校啊？你们这个辣椒还好闻。也不是。这种在朝天拿了嘛？哎，你一个人吗？我看到这里有条毛公路，今天我进来转哈，看下子有些啥子。有洞。有洞，在哪点啊？洞在那边。我说是那些在搞无人机的飞，是那些在看上。前头他们来做那样，那些来承包那些土地的，还不是用那个机器在飞了嘛？承包了没得？这的土地承包的噻。已经承包了的。那你们两个都还在种哦？马上我还等过个月，他们都要来跟了噻。我们去年他没有打钱了，我们没有。是那你们这里是不是全部搬了的？整体搬迁的。这个地方叫哪个名字啊？马老坡学堂了嘛，那一片。你们这个学堂有好大啊？几千亩嘞。是几千亩，我觉得是几千亩，我看的。3800亩吗？有好多户人嘛这里？人口从2井岭上一直到底下。哦，你这边属于煤炭黄家坝镇崖皮村学堂。我们都没有在这里住几年，我们都是下去来这才上来1年半年喂牛。哦。几户人家我养牛的了嘛。就有几户人在这边养牛。那他们一开始承包得种了话，你们也不能养了是吧？你要喂牛，反正不上他的土地，你公家拿牛喂噻，那他不要整到他的土地。他只用土地噻，荒山他不用噻。荒山林他又没占。主要的土地。你们这里整体搬迁了几年了哇？搬迁了，陆续的在搬迁了，这3-4年了。搬3-4年了哈，因为我过来看到有好多房子都烂了的。他没得人做了嘛。看看啊，在这个路边随处可见的荒废木房，这个地方呢是通的毛公路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地方其实是以前居住了好几户人。这个地方有一户人啊，已经搬迁，房子拆掉了。然后他这里的这个房子呢，是一个长5间的木房，看到没有？1、2、3、4、5间，还要加一个厢房。这一家的房子还是非常非常大的，然后靠山建造。那这个院坝呢，
全部都是长满了青草，这个院坝也挺大的。这个门口呢就是一条毛毛的公路，那么整个对面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山形，它的这个下方有电线拉下去，这个下方也有人居住，但是呢目前都是看不到房子的，已经全部搬迁了。有一部分的朋友跟我讲啊，你们要购买这样的废弃木房，那么像这一栋呢，它的这个整个木料非常不错啊，都是大多数是杉木，那么材料也比较笔直，也有点粗那些柱头。那么这些房子呢就是完全废弃的，如果你们觉得你有需要的话，其实你可以过来看一下。这一个村组呢，像这样的房子呢其实有挺多，估计有个10来栋吧，那么都是完全废弃的，因为它是整村搬迁到镇上去居住的。所以说这样的废弃木房呢，即使它不卖掉呢，也是丢在这里若干年以后呢烂掉啊，也不可能有人居住了。所以不是很多朋友跟我讲的，你们要买一点这种废弃的木房吗？你们不妨倒是可以到这里来看一下，像这样的房子在这个地方可以找到10多栋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，我告诉你们详细地址啊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遵义市梅潭县西河镇的石家寨，就是我身后这个传统的古村寨啊，全部都是木房子，大概有200栋左右。这个下边呢就是一条河流，非常清澈的河流。那么今天呢我就不大跟大家讲这个古寨啊，主要呢有非常多的朋友呢喜欢这样的古木房，也在让我帮你们推荐地方。真正的那种单村独户的呢，其实是不太适合你们的，对吧？那你们又要有山有水，然后呢又是古木房，所以呢我今天就把这里推荐给你们。首先它不一定是这个石家寨，那么石家寨的边上呢，这里是有一条河流的，沿着这条河流一直往上游走呢，大大小小有10多个村寨，有很小的那种寨子，比如说10户8户的那种小寨子，都分布在这一条河的两岸。而且呢每个村寨有近1/3的木房是空置的，因为里边的主人呢都在外打工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如果说你们真的喜欢这样的地方呢，你们就直接可以到达这个地方，就在这一条沿河去寻找，大概有7、8公里的这一个河道两侧呢都是分布的小村寨，那么也满足了大家要山要水要木房的这么一个需求。那你们可以就当旅游的形式来这里转一下，那么慢慢的去沿河村寨去寻找呢，有可能可以寻找到你中意的地方。甚至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环境呢，可以组团到这儿来去租住当地的房子呢，也是没有问题，总比那种东一户西一户的要好，对吧？那么石家寨内部呢也有民宿，也就是说你到这里来呢也不缺居住的地方，可以租住民宿，哪怕是在这里住个10天8天的，那么都没有问题啊。你就可以在沿线去寻找这种你们觉得可以的地方，然后呢长期居住。有很多朋友呢让我去帮你们对接这样的木房，我完全做不到，对吧？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需求点也不一样。比如说我们去拍视频呢，其实也只能展示一小部分的内容，不可能是面面俱到。有的地方呢交通不好，有的地方呢可能你看着很漂亮，可能又缺这缺那的，比如说网络呀，比如说水源呐，比如说电呀等等，交通啊等等，它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些缺陷。但是为什么强烈跟大家讲这个地方呢？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缺陷，它离高速路呢也就是10来公里的路程，然后呢两边都是大山，对吧？像这样的像如画一般的这个美景，然后又有河道，对不对？又是这样的古式建筑，所以这个呢都满足到大家的一个需求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赞关注转发，谢谢。